你有用过 HTC 的手机吗？当年 HTC 几乎称霸全球手机市场，是少数可以跟苹果分庭抗礼的国产品牌。但现在怎么感觉很少人在用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HTC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有传言说，全台最后一家 HTC 专卖店正式关门结业。后来 HTC 官方出面澄清说，其实 HTC 早就没有专卖店，只有各大的通路销售，网路提到的店家只是经销商而已。但这次讨论呢，意外引起了很多人怀念当年全民风 HTC 的盛况。当时 HTC 手机呢，在全球的市占率超过了 9%， 曾经打败苹果、三星，成为美国最大智慧手机供应商。还找过五月天啊、乃木坂46啊，还有这个小劳勃道尼等等的一线大咖来当代言人。不过近年来 HTC 的盛况不再哦，2019年市占率已经跌到 1% 以下，被网友称为是时代的眼泪。这让我们好奇 HTC 以前到底有多强，后来为什么会衰退，未来还有机会重返荣耀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HTC 的故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常在捷运、超商或是公司门口遇到卡片太多、感应不良的状况吗？快来试试 0.9 Pocket 口袋证件套。0.9 Pocket 口袋证件套轻薄短小，重量只有36克，采用台湾专利技术，不管是门禁卡、交通卡还是信用卡，都能够完美的双面感应。中间的磁扣口袋好收好拿，不只可以放钞票、名片，还能够再放更多的卡片，感应不受干扰。而且它还提供抗水机能、经典真皮2种材质，以及直式跟横式2种款式，满足各种职业的需求，以及丰富多元的穿搭风格，好看又好用。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产品资讯卡，到嘖嘖享受限时57折优惠，输入小小77还能够再折77元哦。HTC 手机呢是宏达国际电子旗下的产品哦，一般简称为宏达电。宏达电呢是在1997年由台塑集团的创办人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着火土周永明共同创立的。他们主要经营代工事业，帮全球通讯厂生产电子产品。不过在公司成立的初期，营运并不顺利，还曾经亏损高达了10亿台币。直到2000年，宏达电跟康博电脑合作生产掌上电脑 iPad， 不是那个 iPad 哦，是这个。那 iPad 推出之后呢，全球出货量达到了289.7万台，甚至还被列入了金氏世界纪录里面，成为当时最强的 PDA。凭借着 iPad 的成功哦，宏达电也因此成为了全球最大的 PDA 代工企业之一。2年之后，也顺利的在台湾上市。不过宏达电不满足于只做代工，还想要打造出自己的品牌。2006年，宏达电成立了自有手机品牌 HTC， 之后呢，也以 Quietly Brilliant 的口号进军国际。当时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这个新出现的玩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席卷了全球，成为当年手机产业的霸主之一。其实从2002年开始呢，宏达电就在钻研智慧型手机的研发，陆续的推出过像是 HTC Wallaby 啊，或者是 HTC Blue Angel、HTC Universal 等等的智慧型手机。不过让 HTC 开启巅峰的关键时刻是2007年，当时呢 HTC 宣布跟 Google 合作，推出全球第一款安卓手机 HTC Dream， 直接内建 Google 地图等等的服务。HTC 呢因此成为了安卓手机的先锋，跟 iOS 系统的 Apple 手机分庭抗礼。而且跟苹果1年1季的策略不同 ，HTC 选择用机海战术的策略，想要满足低阶到高阶的所有消费者需求，快速的抢攻智慧型手机市场，市值呢还一度超越了 Nokia。像光在2010年1年呢 ，HTC 就推出了超过10支的智慧型手机，到了2012年呢，已发布的机型总数更超过了50款。其中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你也用过的蝴蝶机。2012年底，宏达电推出了 HTC Butterfly， 俗称为蝴蝶机，这是全球第一个拥有5寸大萤幕和 1080p 解析度的智慧型手机。没有错，在当年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加上轻薄的有机身跟多款颜色，一推出就引发了市场轰动。比如呢，在台湾开卖的时候，曾经创下单月6万只以上的销量记录，除了造成全台各地缺货，甚至呢还传出有业者趁机炒作抬价贩售的消息。而且不止台湾呢，蝴蝶机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当时 HTC 跟日本电信公司合作推出 HTC J Butterfly。根据 KDDI 的统计呢，这款蝴蝶机发行后打败了 iPhone 5，是日本当时销量最高的智慧型手机。除了蝴蝶机之外呢，宏达电隔年推出的 HTC One 也引发了抢购热潮。当年 HTC One 的魅力红呢，在台湾全球首卖，但开卖当天正好遇上了台风天，还是有粉丝不畏风雨的排队去买，对品牌的疯狂程度跟果粉有得比。
那靠着这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HTC 这个年轻的品牌很快就成为了世界最强手机的强力竞争者之一。它到底有多强呢？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 的统计在201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当中 ，HTC 的市占率达到了 9.1%， 成为全球前5大智慧型手机厂商。而到了2011年呢 ，HTC 甚至成功的打败了苹果还有三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智慧手机供应商。根据当时主计处的说法 ，HTC 在当年度为台湾贡献 25% 的出口成长，被誉为是台湾之光。那凭借着亮眼的销售成绩，宏达电的股价在2011年的时候一度飙升到1300元，市值高达338亿美元，在当时呢也被称为是台股股王之一。那看起来 HTC 手机本身大受欢迎，公司也很受到投资人的青睐，那为什么后来会一路走下坡呢？其实，在2011年 HTC 登上巅峰的时候，各种危机也一直在底下暗潮汹涌。那我们就先从产品的本身开始讲起。前面提到 HTC 靠着机海战术崛起但是有报道分析，这个策略虽然有效，可是长期下来呢，却造成手机的换代速度过快，导致消费者难以对品牌有清晰的认识。而且大量推出新机也容易发生品质下滑、良率低的问题。像有不少人就抱怨说 HTC 的手机容易发生过热，故障率也很高。那就算是在大本营台湾HTC 也引起了不少的负面批评，像是有些人质疑 HTC 明明是国产品牌，但手机却卖得比海外还要贵，甚至呢在中国都卖得比台湾便宜。另外，在2012年呢，也发生过一个处理器降级事件。当时 HTC 新推出的这个 One S 呢，被发现在台湾的处理器规格被降级了，标示的规格跟实际贩卖的规格不同。消费者批评 HTC 没有提前告知，事后也没有给出合理的回应，质疑 HTC 没有企业诚信，让国人成为次等消费者。那除了这个产品本身之外2012年呢，还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争议。2012年，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出 ，HTC 是中国人所创立的品牌，要为中国人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品牌，再一次的造成延上。不只是自家人不停HTC 在外部的挑战也是一波接一波。在 HTC 崛起的2010年代呢，全球手机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除了 Apple、三星、Sony 等等的国际大厂抢攻高阶旗舰机，在中国呢，还有小米华为、OPPO 等等的新品牌，也在用更便宜的价格快速吃掉中低阶的手机市场。HTC 呢，在多竞争者的夹杀之下，已经应付得很吃力，同一时间还要面对来自苹果的专利战争。从2010年开始呢，苹果控告 HTC 手机侵害了自家10项美国专利。在被告之后，宏达电也不甘示弱，反控对方也有侵权行为，双方就这样子开始了长达32个月的专利战。在2011年底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判 HTC 侵犯了苹果647号专利，裁定相关手机禁止输入美国。那虽然当时宏达电表示，目前只有一小部分的产品涉及侵权，影响不大，但因为美国呢是 HTC 最大的市场之一根据工研院的资料 ，HTC 的市占率在侵权案成立之后开始持续的下降。而且不只是美国，不久 Nokia 呢也在欧洲控告宏达电侵害自己的专利，让 HTC 部分手机呢在荷兰英国、德国被禁卖。重重的外部打击，再加上其他的手机品牌急起直追 ，HTC 可以说是蜡烛多头烧。那虽然他们还是持续的在推出新的产品例如2013年推出了 HTC One 系列，创下2个月内卖出了超过500万只的成绩，还找来了好莱坞巨星小罗伯·道尼担任手机代言人。不过遗憾的是呢，整体销售衰败的颓势还是无法挽回。根据宏达电年报，2013年 HTC 的全球市占率约为 2%， 上市11年后首次出现亏损。而到了2017年之后 ，HTC 的市占率甚至不到 1%， 跟几年前的 9.1% 相比，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 HTC 现在怎么样了呢？HTC 手机逐渐失利之后，宏达电后来选择转换领域发展。2016年 ，HTC 推出了虚拟实境头戴显示器 HTC Vive， 正式的跨足虚拟实境领域。隔年，宏达电呢也把 HTC 手机代工部门以11亿美金卖给了 Google。虽然有说呢还是会发展自有品牌的智慧型手机，但发展重心会转移至虚拟实境领域。虽然 HTC 积极转型也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能够再次的打出一番成绩，但外界对于这个决定似乎不太看好。比如分析公司 CCS Insight 就预测 HTC 有可能会在2026年前黯然的退出 VR 产业。主要原因呢是这个产业的竞争同样激烈，例如 Meta 呢以接近成本的价格贩售商品，苹果的 Vision Pro 呢也有意抢占高阶市场，而 HTC 在公司营收减少的情况之下，很难跟这些科技巨头竞争。HTC 的未来究竟如何，都还要有更多的观察。
我们团队虽然很多人都用过 HTC 的手机哦，但这一次在认真去看 HTC 的资料之前，还真的不知道 HTC 当年居然有那么的强大，可以说是少数能够在国际上面跟科技巨头们竞争的台湾品牌。但是一个那么强的品牌呢，最终还是没落了。这个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外部经营的问题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人会延伸讨论到说，台湾企业是不适合做自有品牌，是不是该好好的专注代工就好？因为做自有品牌虽然能够带来更大的市场影响力，一般而言也会有比较大的利润。但因为做品牌需要很大量的资源投入，再加上台湾的内需市场比较小，要快速的建立基础并不容易。而 HTC 的经验也显示说，即使成功了打出国际，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当中，只有技术跟产品还是不足够，各方面都要非常的强大，才能够快速的因应市场变化，持续的维持自己的优势。相反的，专注代工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能够比较专注在自己擅长的某一个技术面向上面，收入也比较稳定。所以很多讨论会认为说，台湾企业要经营出大品牌非常的困难，那还不如呢在原本擅长的代工技术做到最好就足够了。当然，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哦，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企业自己的选择。但我们觉得 HTC 的案例呢，或许也是让我们看到台湾要做到国际品牌也并不是不可能。现在也有很多的企业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努力的在国际上面打出自己的位置来。那很期待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相似当年 HTC 的品牌出现。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对于 HTC 手机的印象是什么呢？觉得还不错用哦，以前呢曾经是爱用者，没有特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B 觉得品质不好，之前买过但用没有多久手机就坏了。C 没有用过，从以前到现在呢都买别的手机品牌。第几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HTC 的新开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速食大战以及酷澎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